恭喜苏小姐夺得国际钢琴比赛第1名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？我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，是他们让我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他来了，快跑！谁让你非要和我抢？你早就该死！只可惜当初下的药只废了你一双腿。妈，对不起，下辈子我还当你们的女儿。这是哪里？我不是死了吗？98年6月，20年前，苏天上，我去，我转生成另外一个人了，我的腿能动了，太好了，我现在来得及，我一定会找到害死我们一家人的凶手。爸爸妈妈，等我。你们是谁？臭婆娘，想去哪里啊？想跑？告诉你，奶奶都等着呢。你要是让老子亏了钱，老子弄死你！人贩子，大哥，我求求你们别杀我！我爸爸是首富，你们要钱是吧？他有很多钱，他愿意给你们钱，你们放了我！想耍老子？你爹是首富，老子就是玉皇大帝！真的，我爸爸是苏天胜。如果你们不信的话，可以给他打电话。苏天胜，好熟悉的名字呀！大哥，就是市里的那个苏厂长啊，都上新闻了，老有钱了，看个医生挂号费都给几万了。对，他是我爸，你们让我给他打电话，他一定会给你们钱的。走，电话多少？136-1960-762。这是妈妈的生日，也是爸爸的第一个手机号。半年后我出生，爸爸才把手机号改成了我的生日。喂，哪位？是爸爸的声音。苏厂长是吧？是我，你是谁？怎么有我的私人号码？是你亲女儿告诉我的，她现在在我手上，一口价10万块，保管你女儿毫发无伤的回去。好小子，我怎么不知道自己有个亲女儿？小同志，骗人之前先做做功课吧。爸！对了，现在是1998年，我还没出生呢。老子想起来了，苏天生上个月去医院看的是不孕不育。大哥，他想算计咱俩，不行把他绑了送村里去吧。我没有骗你们，我真是苏天生的女儿。你把电话给我，我来跟他说。真把自己当千金大小姐吗？告诉你，以后你就是别人买回去的猪，多帮别人下几个崽儿，说不定还能有口饭吃呢。阿姨，我管你是什么有钱人家的大小姐，进了我陈家村，你就是我儿媳妇，就得给我生个大胖小子，否则的话，我就把你的腿打断。不许欺负我媳妇儿！不许欺负我媳妇儿！不许你欺负我媳妇儿！姐姐，漂亮姐姐，我喜欢漂亮姐姐。不要，我不要！不许你欺负她，她是我媳妇儿。有欺负我的娘！姐姐，谢谢你。
你叫什么名字？他们都叫我傻子。傻子？姐姐，走，我们睡觉。睡了觉，你就能给俺生儿子，生个100个。姐姐，你该这个就不会生病着凉。那你呢？俺是男子汉，还得心疼媳妇儿。姐姐，你看这个，这是俺娘从镇子上给俺买的，好看吧？镇子在哪？怎么走？镇子，俺记得是在，是在哪儿？你快说啊！我忘记了。你怎么能忘记呢？你快想想。这不许你碰俺娘给俺买的枕头！你是来陪俺睡觉的，快睡觉！睡觉！不行，我得想办法逃出去。对不起，你是个好人。等我逃到镇上给爸爸打电话，一定想办法把你的病治好。死了就丢去喂猪，把猪养大了卖了钱，再买新婆娘。什么声音？一神一鬼的。哦，你不是村里人，你在这儿做什么？我出来透透气。这么晚了，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很危险的。你要是没地方去的话，可以去我家。哦，你别害怕，你可以睡在我家。虽然我家放了彩电和电话机，可能会有点挤。电话机可以打电话给爸爸了。那就多谢你了。我能借用一下这个电话吗？当然可以啊，不过电话费很贵的，你得付钱呀。我现在身上没钱，等我爸爸来了，我一定给你钱。没钱还打什么电话呀？这样，你先陪我睡一觉，支付费用啦。你骗我！你敢弄坏老子的东西，老子今天玩死你！想跑？我告诉你，进了我的家，你这辈子别想跑出去。放开我！陈文华，还不松手！村长，你可得替我做主啊！我花了1万块钱买的儿媳妇，被陈文华给抢去了。陈秀花，你敢骂我？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你儿媳妇大半夜的在外面勾搭我，说是瞧不上你家那傻子，求我睡的。答应还把我电话摔坏了。我没有，是他骗我说这里可以打电话，我才过来的。你个不识妇道的女人，刚进门就惹是生非，等我回去好好收拾你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人你可以带走，把钱赔了。谁知道怎么坏的？我儿媳妇在你家就是被你抢的。你够了，吵吵闹闹的像什么样子？让我来说一句公道话，陈文华，你小子整什么幺蛾子？明天租了村口荒地的大老板要到咱们村买骨头，净整这些破事儿，要是挡了大家的财路，我饶不了你。小花，把儿媳妇带回家，看紧喽！哎，还不快跟俺回家！放开我！放开
开我！跟你回家！放开我！陈文华，那是陈大的媳妇儿。村长，真是他勾引我，你就应该给他进猪笼。等等，你不能把他带回家。村长，不能给他进猪笼啊！1万块呢！秀华，你要把他关起来，要让他明白咱们陈家村的规矩。只要能生，少了胳膊少条腿儿，这都不碍事儿。走！你放开我！你们这群丧心病狂的人贩子！下次再敢乱跑，我就把你腿打断！求求你了，求求你放我出去吧！求求你了！进了我陈家村，你就是变成鬼，也逃不出去的！别走！不要走！啊，妈，我还想弹琴给你们听。我在陈家村，你们快来救我呀！陈家村，这个是爸爸20年前从陈家村给收过来的，一直供在龛里。带上。陈家村，1998年，古董，明天来的大老板，难道是爸爸？陈大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先把钥匙给我好不好？俺娘让俺给你送饭了，说你饿死了，没人给俺生儿子。俺娘还说了，说你是个坏女人，跟别的男人好，不跟俺好。我没有，是陈文华诬陷我的，你相信我，我是清白的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听话，你先把钥匙给我，好不好？好。俺娘才不会骗俺呢！你就是个坏女人，骗子，对俺不好，俺饿死你，饿死你！真的，对不起，妈妈，是女儿不孝，这次也不能保护你们。有救了！那个小妮子现在怎么样了？可千万不能弄死她！大老板收古董最忌讳这个。哎呀，村长放心吧，哪能呢？不信你看。啊！人呢？没了！找啊，快去找啊！要是冲撞了大老板，挡了我们村的财路，我饶不了他！快呀！快呀！爸爸，是爸爸的车，真的是爸爸！妈，苏天胜！我怎么听见有人喊苏天胜？爸！那是不是有个女孩？行了，快点进村吧。老板，有货。这货我收了，但我看你们一个个心虚气短的，没做什么丧良心损阴德的事吧？这哪能啊？这规矩啊，咱懂。是有人没有来，但是啊，都是那些上不了台面的损气运的女眷。上道！苏天胜，你带我走，这里全都是人贩子。你怎么知道我老板的名字啊？你是谁？你和他什么关系啊？不是。老板，这是我们村子里啊傻子的媳妇儿，这疯婆配傻子，日子过得好着呢，别听他胡说。儿媳妇，你怎么又发疯说是城里的姑娘？你是还看着长大的？他怎么知道我老板的名字啊？他不干活，总在村口小卖部蹲着看彩电。你是从电视上学的，你自己说是不是？对呀，就是。住手！
住手！你带我走！我不仅知道苏天少，我还知道他老婆叫林柔，他们一起开了一家服装厂。这小姑娘口齿伶俐，不像傻子啊。老婆子，我给你1000块，让她陪我玩几天。你说什么？你也是人贩子，你也是畜生！村长，以后的生意也不用谈了，走了。老板，厉害！老板，小花啊，这小妮子挡了咱们的财路，不能再留了。不能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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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能留！不能留！疯了！你们都疯了！疯了！你们都疯了！坏女人，欺负俺娘和爷爷，打死你！老板，这东西真的有那么灵验吗？阿海，这次去有什么奇怪的事吗？哎呀，怪事倒没有，倒是有一个女疯子，她知道您和夫人的名字，熟悉的像您女儿似的。像我女儿？嗯。大师说我命中无后，需要碰到有缘人才能化解。难道？阿海，快，立刻找到这个人，我要见他。好，老板，我这就打电话，让他们把人带过来。怎么是你？臭婆娘，又见面了。别杀我！我爸爸真的是苏天少，他一定可以给你们钱的。我求求你们放了我好不好？这会儿知道老实了，你害老子赔了钱，弄死你都是轻的。我求求你别杀我！苏天上是你爹，来，你看看，你叫声爹，他答应你吗？爸，苏天少，救命！救我，苏天少！什么？老板，不好了，村民说他不见了。什么？不管你有什么办法，必须找到那个人。是。带我去医院，如果我死了，你们不是亏的更多？那就在你死之前，让我们哥俩好好的爽一爽。喂，什么？有人要了？我告诉你，这回算你好运了。哟，不服气？咋地？想动手啊？哼！你这个人贩子不得好死！敢骂老子？信不信老子把你舌头割了，手指头剁了，也不影响别人买回去生个儿子。哼！喜欢当人是吧？把麻袋拿过来，给他套上，他当个够。走。去死吧！这一刀伤得很深，虽然命保住了，但这辈子可能醒不过来了。怎么会是爸爸呢？他那么遵纪守法，有爱心做慈善，怎么会是买女人的人贩子？我只想找到凶手，让爸妈平平安安的，结果却害了爸爸。我到底在做什么？爸，你为什么要伤害我爸爸？
爸爸不是只有我一个女儿，他是谁让你非要和我抢？你早就该死！是你？你是爸爸的女儿？不可能！不是我，难道是你这个乡下来的土包子吗？伤害我爸爸的这条罪，我还没跟你算！你动手动脚的干什么？爸！你就是上门来讨债的，你要害死我爸爸！你给我滚出去！在病房里吵吵嚷嚷的干什么？是怕天上好条款了吗？妈，对不起，是我害了爸爸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这是怎么了？妈，我好想你。你发什么疯？你在这乱认什么妈妈？你给我滚出去！这个孩子怎么越看越熟悉，像极了。妈，就是他捅了爸爸一刀，他是个杀人凶手，你快让他走，不然下一个受伤的就是你。可是你爸爸找他有事啊，如果我现在就赶他走，你爸爸醒了，你要怎么交代？爸爸醒不过来了，你让他出去！妈，不是我。你走吧。妈，求你不要赶我走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，妈。你出去，你出去！天生，你醒了呀，爸。这我还没死呢，吵什么吵？爸，我哪有吵？我明明是在帮你赶走那个伤害你的杀人凶手。萍萍，不要说了。对不起，我以为你是人贩子，所以才不小心弄伤了你。你在胡说什么呢？爸爸这么善良的人，怎么可能是人贩子？你这是狗咬吕洞宾，白眼狼！你马上给我出去！我不怪你，陈家村的事儿我听李海说了，我想赶着过去救你，可惜还是太迟了，没能抓住欺负你的人贩子。孩子，你受苦了，今后你有什么打算吗？我没有地方去。我们这样吧，你就住我家，叫我一声爸。他刚才伤了你，你怎么能让他留在咱们家？我不答应，绝对不允许一个杀人凶手留在我们家。杀人凶手，害死爸爸的凶手是不知者无罪。再说了，他也是为了自保。爸，有我一个女儿，你还不够吗？天生，带孩子们回家吧。爸，那我先走了，我明天再过来看你。啊。萍萍，回家了。和我抢爸爸妈妈，我不会让你好过。这几天你就先住在这儿。这就是我小时候的家，我最爱吃妈妈种在院子里的葡萄。但5岁时，父亲投资皇家的地产项目失败后破产，我们就搬走。多年后，父亲东山再起，这房子已经被推倒了。爸妈，我回来，一切都来得及。萍萍，带他去楼上挑个房间，你们一定要互相照顾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妈妈。欢迎加入我们家。我小时候贪玩，把巧克力抹在这幅莫大师的真迹上。后来我上幼儿园画了第一幅画，爸妈把真迹换了，家里来的客人就夸我画画的好。这可是莫大师的真迹，一幅画要几百万，弄坏了你赔得起吗？姐姐，这里可是别墅，
不是你的乡下猪棚狗窝，是要讲规矩的。你以后就睡这儿了。可是这什么都没有啊，怎么睡不惯？睡不惯就滚回你的乡下狗窝里去。我不想睡这儿，我能住你旁边的地方吗？那里可是，那里确实是空着，没错。这可是妈妈最重视的房间，谁都不让进。这不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兔子吗？我终于找到他的另一半了，太好了，一切都来得及。这一世，我一定不会让爸爸受到伤害。谁允许你进这个房间的？把东西放下！姐姐，你怎么能进这个房间呢？这可是爸妈千辛万苦淘来的古董，有芋头祥瑞的意思。现在它碎了，恐怕会招灾啊！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，我现在就把它拼好。我帮你。痛吗？再不跪，你就该死！你早就该死！一模一样的脸，凶手究竟是不是？姐姐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？本来芋头碎了就不是好兆头，你这还进了血，恐怕……你都出去！谁也不许进这个房间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医院说老爷又昏迷了。吴妈，把他带走。真是个晦气的东西！要不是老爷和夫人菩萨心肠，早就把你赶出去了。哼！吴妈！不愧是乡下来的，住这个杂物间刚好。爸妈怎么样了？我劝你啊，还是想怎么回乡下去，再敢觊觎不属于你的东西，受伤的就不止你这只手了。今天如果不是你出言刺激，妈妈怎么会突然晕倒？分明是你进了不属于你的地方，还手贱打破东西，才害得进医院。错的人明明是你呀！到底是谁害了爸妈？我看一眼就知道了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伤害我可以，但是你敢动爸妈分毫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！你居然真的敢打我！你们在干什么？妈妈，我好心来给姐姐送药膏，没想到她非但不领情，还打了我。妈，不是这样的。好了，快让我妈带你去医院吧。妈，你听我解释。不要叫我妈妈。我不是故意打她的，我是……够了！当初弄伤我丈夫的时候也说不是故意的，现在又当着我的面打萍萍，一口一个爸妈叫得这么亲切，你没有自己爸妈吗？我自己的爸妈。不许哭，哭哭啼啼像什么样子？我的亲生父母被人杀害了，我没有地方去，我求求你不要赶我走。是我不好，不该替你伤心事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苏乐安。苏乐安，有这么巧的事？妈，怎么了？我丈夫也姓苏，看来你跟我们家的确有缘。萍萍被我养得娇惯了些，以后啊，你就是她姐姐了。
这里比较是杂物间，你去楼上挑个客房住。妈妈，我妈没带你去医院吗？我怕她伤害你，就悄悄地躲在门口。妈，她看起来疯疯癫癫的，你可一定要离她远一点。她毕竟初来乍到，你就让她。她叫苏乐安，和你一样是个苦命的孩子，父母都去世了。谁知道真的假的？说不定她是看着咱们家有钱，故意这么说的，撒谎说父母死绝了，就是想赖在咱们家。哪有孩子说自己父母死了？以后啊，她就是你姐姐，你和她好好相处。喂，帮我查个人。什么？你说查不到？笑话！他难道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不成？既然如此，就别怪我心狠了。妈，这都是你最爱吃的，怎么不吃啊？是哪里不舒服吗？是不是厂子出什么事了？陈家村来人在厂里堵着，说是天盛和他们起草了个租赁地皮的合同。厂子里闹事，这不是我3岁的事吗？怎么提前了？而且还是那个全是人贩子的陈家村。不可以签，他们一定就是看中霸住院，想欺负你不懂，想跟你坐地起价。可这合同是天盛亲自谈的，为的就是回馈社会，给村里人解决就业问题。就算你说的是真的，也没法取消。苏乐安，你除了会捣乱还会干什么？嘴巴子一张一合，就把妈妈愁成这样，真是个扫把星。妈，对不起。如今天盛昏迷，我身边啊就只有你俩了。要不这样，你俩陪我去。妈，我不想去。姐姐，你不是很担心妈妈吗？怎么，现在让你替妈妈分忧，你又不肯了？老子今天玩死你！进了我们村，你这辈子都跑不出去。坏女人！坏女人！欺负俺娘和爷爷，打死你！妈，我不想去村里。为什么？你是嫌弃村里吗？是因为我之前被拐进过陈家村，他们……我害怕。苏乐安，你是在质疑爸爸帮扶一个人贩子村吗？还在这里信口开河，随意揣测，你就是想让爸爸的生意做不成。好了，既然乐安不想进村里，不进就是了。天塌下来也该是妈妈顶着。妈，我陪你一起去，这件事一定有蹊跷。明天的事务必安排好。快给钱！俺家儿子今年要娶媳妇的，差100块钱呢。这事都谈好了的，这么大的老板怎么不给钱呢？骗子！这合同是我老公谈的，乡亲们，咱们有话好说。俺们村那么好的地，你们1万块钱就拿走？不行，必须10万块，要不就把你们建成的东西全扔了。给钱！给钱！给钱！这些村民就是他们爸爸不在时，肯定有内部角力相似。都住嘴！现在合同在我这儿，你们再闹，我就把它撕了。你们一个子儿都别想拿走！你敢威胁我们？你要是敢撕，我就把你们这些东西全扔进臭水沟里面去，让你们哭着去捡。姐姐，你别发疯了，那些东西可是爸妈辛苦赚来的血汗钱。哼，还是这个小姑娘懂事。你给我闭嘴！妈，乐安，这不是你胡闹的地方，把合同给我。合同上清清楚楚的写了，每年租金1万块，做20年，你们倒好，张嘴10万块，
直接多要了180万。180万？合同上明确规定，现在我们最多运了些水泥石灰进场，成本最多千把块，损失几千块和损失180万，我想应该没人是傻子吧？俺不识字，合同签了就必须得给钱。那看来是不想谈了。没签字的合同就是一道废纸，如果你们非要坐地起价，就别怪我做事太绝了。你敢？够了，小孩子不懂事，胡闹。苏夫人，这你也由着他。大人说话有你小孩子插嘴的份儿吧？滚下去！是啊，姐姐，你还是赶紧滚吧。要是把合同弄砸了，爸爸还不得气死？还是这个小姑娘说的在理。当初那个苏厂长也是求着我们，又给烟又给酒的，下了好大的功夫。如果这件事不成，之后苏厂长醒了，苏夫人怕是不好交代吧。这乡亲们啊，也是看在苏厂长诚心的份上，也只加到了10万块。这京城啊，有个姓严的大老板，他也看上了，一口气呀，说要给1000万呢。京城严家，妈妈，那不是连爸爸都不能轻易见到的大老板吗？你快答应，不然我们就没办法建新厂了呀。如果这块地被严老板看中了，那说明这块地极好，更不能失了先机。村长，我们现在就签合同。妈，先别急。村长的意思是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才拒绝了严老板，亏钱租给我们。没错，小丫头，你要知道，这严大老板可是京城上的大老板，有的是钱。要不是苏厂长苦苦哀求，我们早就卖给严老板了。这1年10万，一个子儿不能少。妈，村长说的没错，严老板他从来不做亏本生意，我们一定要拿下这块地。那你们就付给严老板吧。小妮子，你知道这撕的是什么吗？我知道，是租赁建厂的合同草稿，苏氏服装厂未来20年的发展。所以你要自寻死路了。妈，我早就说过，这个人就是个疯子，他这是要害死我爸，断我们苏家的财路呀！你这是不想给钱了？你断我们村的财路，你不得好死！你撕了也得认，这地就是你们苏家要的。你要是不给钱，我们就天天去赌，看谁耗得过谁。姐姐，你闯大祸了！我怎么听不懂啊？我撕了合同，您不是正好把地租给那京城的严老板吗？1000万呢，整整1000万呢！我送你们这么一场泼天富贵，你们不仅不对我感恩戴德，怎么还要恩将仇报？妈，我们走吧。哎，苏夫人，那个，你看咱们这件事儿再谈一谈。我们也是看中了苏厂长的人品，要不便宜点，租1年5万。妈，现在是最后的补救机会了，如果再让他胡闹下去，爸爸可就被气死了。乐安，这事我们谈成这样就很不错了，你再闹下去就真谈不成了。合同都撕了，我态度很明确，这事儿没得。苏乐安，你知道这份合同对我们苏家有多重要吗？你撕的不是纸，是爸的心血，是我苏家的命脉。如果不想害苏家的话，那现在就跪下，求等村民们的原谅，让他们把地租给我们。小妮子，我看你年纪小，不跟你一般计较。你呀，给我道个歉，也是算是圆了苏厂长的心愿。否则苏厂长醒了，你这个日子不好过吧？是啊，道歉！你给我跪下道歉，把钱还我们。5万块1年哪够啊？就要10万块1年，否则我老婆子就吊死在这儿。笑话，我向你们道歉。我如果真的接受了你们的霸王条款，爸爸才是真的会被气死。你们不是很厉害吗？去找京城严老板啊！这当初是苏厂长求我们租的地，我们才……是也不是，你们自己心里清楚。妈，这人根本就是个疯子，他就是来害我们的。他不仅要害死爸，还害死我们全家。妈，够
够了，乐安，谁给你的资格代表苏家？够了，乐安，谁给你的资格代表苏家？妈，你别生气，你听我说。别怪我，你一个乡下来的人，怎么能指望你帮上忙？这孩子年纪小不懂事，刚才冒犯了乡亲们，这合同的事，咱们还是再谈谈吧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大家，都是我们不好，请大家看在我们父亲的面子上，原谅我们吧。这还是苏夫人和这个孩子明白事，不像这个小妮子，也不知道是仗谁的势，巴不得呀苏厂长心血白费了。商场有句老话，一次不忠，终身不用。建厂用工的是长久大事，你们今天敢抬价，明天就敢罢工要钱，后天恐怕厂子都要被你们搬空了。这些村民们淳朴善良，你根本就是污蔑，你就是不想让我们苏家好过。淳朴善良？你怎么知道这群村民淳朴善良？难不成你跟他们很熟吗？你淳朴善良？你怎么知道这群村民淳朴善良？难不成你跟他们很熟吗？你租我们的地就得听我们的，你要是不答应，以后厂子开了，我看谁敢来上班，把你们衣服全部剪了，看你们卖给谁。那怎么行？那厂子没法做了呀。妈，姐姐这下把村民们惹急了，造成这么大损失，爸爸知道一定会怪我们的。损失承担就是了，盈亏乃商场常事，亏钱不可怕，怕的是明知亏钱还死不放手，一亏再亏，一错再错。你说的那么轻松，亏的不是你的钱，难过的是爸妈，断的是苏家的未来。乐安这话不错，如果是天生在这里，他也会说同样的话。不，我就是为了苏家好，所以这合同我绝不会让你们签。姐姐，妈妈还坐在这，你这样是不是有点太没规矩了吧？把妈妈放在眼里了吗？你算什么东西啊？合同这种大事，凭什么替苏厂长做决定？就凭她现在是我的女儿苏乐安，她分明是俺的女儿。你个丧良心的不孝女，俺一年到头连口肉都吃不上，攒钱送你去城里读书，你竟然让别人当妈！你放开我！你不是我妈，你就是个贩子！你连你的娘都不是，该打！小花，别再打了，好歹也是自己的孩子，最后啊，心疼的还是你呀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你是孤儿吗？你撒谎！妈，我没有，是他在撒谎，还在嘴硬。这夫人，不瞒您说，她一直嫌我没本事，难怪你态度这么强烈。为了留在苏家，真是不择手段。对不起啊，苏夫人，这妮子我直接带回去吧，不在这丢人了。走。妈，救我！别救我妈！妈，他们都是骗子，是人贩子，他们说的都是假的。妈，你看，他就是个骗子，他为了进咱们苏家，竟然还污蔑他的亲生母亲是人贩子，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人啊？爸爸最恨的就是他这种忘恩负义的人了。妈，他刚才肯定就是为了不回村里才撕的合同，我们都被他给骗了。敢和我抢爸爸妈妈？呸！我的母亲已经去世了，现在我只认林柔是我的妈妈。至于你陈秀花，你就是个人贩子！小，你敢打我？我扒了你的皮！你竟然敢打你的亲生母亲！第一次见到你这么不要脸的人！不要脸！我看是你们吧！你们口口声声说看着我长大，还真是一张嘴张口就来。还有你陈秀花，你敢不敢跟我去医院做检查，看看我到底是不是你的亲生女儿吗？我要不是你妈，会认你这个白眼狼！你背上有3颗痣，小时候被狗咬过，屁股上还有疤。姐姐，那你赶快把衣服脱了，证明一下自己啊！快脱呀！快脱呀！快脱！脱呀！快脱呀！脱呀！你怎么不脱啊？脱呀！快脱呀！快脱！脱！既然你们不讲理，那咱们就用个快方法。我现在就能证明我到底是不是陈秀花的亲生女儿。咱们就用老祖宗的方法，滴血认亲。你要是我亲妈，就把我的血打到你的身体里大补；你如果不是，那你就会全身溃烂，当场暴毙。怎么，你不是我的亲生母亲？我身上每一滴血都是你给的，现在还给你，你怕什么？
不，我不是你妈，你别过来！我不是你妈，我不是你妈，你离我远一点！陈秀华，这真是遭了孽了呀！当初你被人丢在村口，差点被狗啃了，俺看你可怜，把你捡回家，和俺儿子一起养大，从没赏你一口食之春，俺这命咋这么苦呢？这么多年养了你这么个白眼狼，你不认俺也行，那你把这些年俺有你的钱还给俺。你现在是要讹我了？买卖妇女、敲诈勒索，这些罪名足够你牢底坐穿。你既然口口声声说他是人贩子，那我们把李海叫回来，问李海不就清楚了吗？你说的对，把李海叫来。妈，李海他怎么？姐姐害怕了，是怕李海过来揭穿你吗？夫人，你喊我。李海，你前几天去陈家村，看见乐安没有？没错，我亲眼所见。乐安说他是被拐进去的，你倒是说说，他们到底是不是人贩子？夫人，是他在撒谎。把当时的情况一五一十的说清楚。当时我刚进村，他就过来抓着我，求着我给他带回市里，这乡亲们都可以作证的。快说呀！说呀！李海，你为什么诬陷我？而且什么？说出来我都害臊。当时我不愿意，他就冲过来拽着我的手往他身上放，还说只要我把他带回去，保证把我伺候好。李海，你为什么要诬陷我？夫人，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。你就是个撒谎精，这一次所有人不会有人再相信你了。丢人玩意儿，还不快跟俺回家！对不起了，苏夫人，我这就把不孝女带回去。走。妈，我没有。我相信苏乐安没有撒谎。爸爸，你终于来了。苏老板来了，有人给钱了。苏老板一定是听到有人撕合同，从床上气醒了。苏老板，快把这个小贱蹄子赶出去！爸爸，你终于来了。这个丧门星，他要把你的家产都毁了。苏厂长，你要是不来，租地之事就要被这小妮子给搅黄了。苏老板，您怎么来了？再不来就被你们骗过去了。安安，你放心，爸爸不会让他们把你带走的。爸，你身体不好，快坐下。苏厂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是向着这个小妮子说话不算话了？村长，这就是你当初跟我说的，村民淳朴善良，踏实肯干吗？苏厂长有所不知啊，在没来之前，这小妮子就把合同给撕了，还说绝不和我们村合作，说我们这个乡亲们是人贩子，乡亲们呢心里还有气呢。他有说错什么吗？乐安说的对，一次不忠，终生不用。我在这里宣布，和你们村的合作就此作废。苏老板，不能作废呀！你不租地了，这乡亲们下半年就没有饭吃了。今天我苏天胜在这里，一个子儿也不给。还不赶快回家？你真以为自己是城里人不成？你是要当着我的面抢人吗？收了东西不给钱，咱们也不给地。村长，我们把地卖给你说的什么李岩老板，对，不卖给他。都闭嘴，少说两句。这苏厂长都发话了，还不走？李海，你敢当着我的面把刚刚说苏乐安撒谎的话再说一遍吗？苏老板，我说话呀！哑巴了吗？苏老板，我错了，我是一时鬼迷心窍，我看苏小姐长得漂亮，我起了花花心思，都是我的错。苏老板，你原谅我吧，苏老板。你该求的不是我。苏小姐，我错了，我也是受人蛊惑的，
是村长和这个毒妇说，只要我帮他们，就把你借给我玩几天。畜生！我苏天胜自认待你不薄，你居然助纣为虐！苏老板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苏老板。这是刚查到的证据，李海借着您的名头，在各个村里霸占民女，向经销商收受好处。李海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没想到你在背后做了这么多小动作，要不是乐安这件事，我是不是要被你一直骗下去啊？带走。苏老板，苏老板，我对你忠心耿耿，你不能这样，苏老板。苏天胜，你不讲情面，你把他带走。苏天胜，平平，你就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平平，你就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爸爸，你身体好点了吗？要不我送你去医院吧。平平，刚刚你是怎么骂你姐的？现在什么话也不说了是吗？向你姐道歉。爸，道歉。对不起，我送你去医院。真是对不起啊！啊？你怎么不喊了？你看看，他会赶我走，还是被你气死？我不需要。我只要确定谁是伤害爸爸妈妈的幕后黑手就行了。你干什么？什么不一样？凶手究竟是不是他？真是，要我跟你这个土包子道歉？我告诉你，你不配。道歉就不必了，我只是想请问一下妹妹，这些村民们是如何知道京城严老板的事的？村民的事，我怎么知道？我对这不熟。我倒是很想知道，是谁为他们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拿严老板的名头来威胁我们苏家？我不知道。苏乐安，下次爸爸就护不住你了。妈，怎么一个人吃饭？你爸伤口恶化了，在医院静养。平平被关了禁闭，当然只有我一个人。一个人吃饭多没意思啊！我陪你一起。谁让你吃的？上来就拿，真是没教养。对不起，我以为一人一碗。给平平备着的，你想吃就吃吧。都给你吃了，还委屈，真是山猪吃不了细糠。吃吧，乐安。现在不是委屈的时候，吃饱了才有力气找到害死爸妈的凶手。这是给你的零花钱，买点自己爱吃的吧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当年爸爸就是在这儿错过了一件宝贝，我得去把宝贝找到，但得先买几套衣服。真是太漂亮了，您的腿长得真好看，每件裙子都很适合您呢。原来双腿健康是这种感觉，感谢上天，这一次我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保护好家人。刚刚这些裙子我都很喜欢，帮我包起来吧。好的，一共8700元。原来这个牌子的衣服这么贵，当初爸爸妈妈破产都会带我来这里买衣服。哟，这美女蛮正点的。苏萍萍，你现在不应该在家里金碧反省吗？你们认识？萍萍，这就是你不对了，有美女不给我介绍。美女，我叫王浩。认识，当然认识。她呀，是我家新来的保洁阿姨。苏萍萍，你胡说什么？我说错什么了吗？别以为啊，你现在穿的人模人样的，就是京城的有钱人了。你呀，不过是乡下来的一条哈巴狗而已。这里是京城严家的高端商店，随便一件衣服都要上千万，不是你在家洗厕所、刷马桶就能买得起的。
你打我，嘴巴怎么那么臭啊？现在妈妈不在了，我怎么不敢打你？皇上，你看他，你快把他赶走啊！美女，拿着苏家的工资打苏家的女儿，这不合理吧？这样，你向萍萍道歉，再叫我一声王上。这件衣服我帮你买了。不需要，我自己有钱买。真是给脸不要脸！服务员，把他身上的衣服给我扒下来！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皇上是这家店的高级会员，每年要消费5万元，而你只是一个乡下来的穷鬼。是这样的话，就跪下来跟本少爷道歉。我不仅能原谅你，还能帮你把这件衣服买下来，到时候在床上让你慢慢脱，怎么样？滚！还不立刻照做，否则我就退课，让你们老板开除你。对不起，小姐。就你有钱是吗？巧了，我也有。衣服结账。啊，还有再充10万的会员卡。10万？怎么可能？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？我知道了，肯定是你从我们家偷的，是不是？你这个贼，把卡还我！这是妈妈给我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妈妈给你的？我不相信，妈妈她都没给过我这么多钱，凭什么给你？一定是你偷的，皇上他偷我东西。乡下来的臭就是臭，还偷银行卡，知道怎么用吗？小姐，付款成功了，您现在是我们店最高级的会员，尊享包场服务，我们全店将为您一人服务。怎么用？就这么用。现在我要包场了，是你们自己出去，还是我找人把你们轰出去？不可能！你为什么会知道密码？一定是你偷听到的，一定是你偷听到的！回家告诉妈妈！萍萍，臭给我等着，到时候苏家也保不住你。萍萍，王浩，江城王家。我记得5岁时父亲破产，就是轻信了王家的房地产项目。难道这里面也有宋萍萍的参与？可他手上没有疤痕，害爸妈破产的事对他有什么好处？您是热了吧？今天夏至，小心中暑。夏至？现在是6月22号，坏了，要来不及了。爸，你怎么出院了？医生不是说让你静养吗？今天是小柔的生日，我怎么能缺席呢？倒是你怎么回来这么晚？是啊，姐姐，城里可不比乡下，不是你玩开心了就能不回家的，害爸爸妈妈担心。啊，这城里人多眼杂，你一个小姑娘家，万一出点什么事，我们得担心死。哎呀，爸，你别担心我，我认路着呢。倒是妹妹今天翻墙出门淘禁币，也不怕磕了碰了的。夫人，你不要怪萍萍啊，她孝顺着呢。今天她知道你过生日，还求我放她出去买礼物呢。妈妈，对不起，我也是想着今天是你生日，我做女儿的应该出去给你买礼物。哎，姐姐，不知道我们今天出去买了这么多礼物，有没有妈妈的呀？这个礼物不能送。姐姐，你干什么啊？不会是你没有给妈妈准备礼物就抢我的吧？你就那么喜欢抢我的东西吗？你根本就是想害死妈！姐姐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你怎么说我都无所谓，但是你怎么能诅咒妈妈死呢？你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，一点礼貌都不懂。好了，切蛋糕吧。爸，你都偏心偏到天上去了，他把我的礼物都给扔了。好了，萍萍，你不是还要给我煮长寿面吗？妈，你都不知道，他今天去商场买了一堆东西，花你的卡，他就是个白眼狼。你怎么知道我没给妈准备礼物？是吗？那肯定价值不菲吧？啊，我就知道你不会让妈妈失望的。妈，这是我特意给您精挑细选的，祝您生日快乐。这是，哎呀，这不就是乡下烧火剩下的木头渣吗？是啊，姐姐，你今天随便买了一件礼物回来，都要成百上千的。送妈妈这么个破烂，这是我专门给妈选的，不是什么破烂。乡下的，一点见识都没有，拿个烂木头当宝贝。好了，有心就行。妈，你都不知道，他今天在人家商场里面一口气可充了10万块呢。啊！我的天哪！夫人给了你10万块，
那10万块呀！你竟然给夫人买了一盒不值钱的烂木头！乐安，给你银行卡不是让你乱花钱，你现在就把银行卡还给我。真是个败家子！姐姐，爸妈挣钱也不容易，你怎么能这么乱花钱呢？妈，我没有乱花钱，这个木头很珍贵的。这块木头看起来确实有点不一样。乐安，接着说。一堆烂木头，有什么好说吗？再怎么变也是堆烂木头。对呀，像这种上不了台面的烂木头，我看呐，跟这个人一起扔出去算了。妈，这是我特意给您准备的寿礼，奇楠沉香木，什么奇南奇北的，编也不知道编好听点的名字。你是说，这是价值100万的奇楠沉香木？没错，这奇楠沉香木有静气凝神的功效，我觉得很适合妈妈，所以就把它买了回来送给她。只不过还没来得及磨成香和手串。我真没想到你还有辨认木材的本事啊！下个月我打算投资做木质家具，你过来帮帮我。爸，他一个乡下来的哪会看什么木料呀？他肯定是撞了大运捡了漏。上辈子爸爸没买中这个宝贝木疙瘩，他一直对我的腿念叨，如果当时有这个奇楠沉香木，说不定我就能健健康康的。可惜他愧疚了一辈子，就不知道我的腿是被救赎下毒害惨的。妹妹说的不错，我就是冲着它好看去的，结果呢，被我挑到了最好的。哈哈哈，乐安，你可真是我们家的小福星啊！这奇楠沉香木有安胎固本的作用，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。安胎？那对你们来说不就是没有什么用吗？他一定是知道了你们的痛处，故意笑话你们呢。萍萍，怎么口无遮拦的？以后说话注意点。乐安，你真是有心了，这块宝贝啊，可是价值连城，比你妈妈给你的值钱多了。只要妈妈开心，身体健康，其他的什么都不重要。辛苦你了，乐安夫人，味道还怪香的啊。妈，小柔，小柔，谁是病人家属？我是病人的女儿。病人刚醒，还很虚弱，现在只能进去1个人。你有什么资格进去？你还嫌爸妈害得不够惨吗？真心为了爸妈好，那就离他们远一点，赶紧滚出苏家！为什么我重生了，没能找到凶手，反而成了伤害爸妈的人？我现在能进去了吗？你怎么还在这里？病人中毒太深，已经转去其他医院了。中毒了？这怎么可能？他们在哪儿？求求你告诉我！你不是病人家属，你当然无权知晓病人的去向了。你把爸妈都害死了！你想让苏家家破人亡，断子绝孙？病人特别交代了，他们不想再看见你。爸妈，对不起，是我害了你们。找死啊！知道这是谁的车吗？我是不是认识她？叶少爷，您说她就是您一直在找的女孩？还不可能，她就是不要命的神经病。乐安，爸，你没事了？傻孩子，你跑哪儿去了？担心死我了。不是你们赶我走的吗？对不起，是我送的礼物害你跟妈。傻孩子，没事儿了。我得感谢你送的礼物，要不是你送的礼物，我也不能发现这个好消息啊。走走走，进屋进屋。我跟你们宣布个好消息啊，你们马上就有弟弟和妹妹了。爸，你是说？没错，你妈妈呀，怀孕了。哎呀，真是太好了！哎呀，恭喜老爷，
贺喜夫人，这么多年了，终于如愿以偿了。哎呀，真是老天开眼了。妈，你受苦了。哎呀，离夫人远一点，别再伤着她。好孩子，妈妈知道你的意思，妈妈不怪你。我太激动了，爸爸妈妈，恭喜爸爸，恭喜妈妈。我去找医生。慌慌张张的，一点教养都没有。妹妹怎么这么不小心，坐在先驱室？妈，我去看看啊。不用了，这么毛毛躁躁的，一点教养都没有。这样，乐安，你不用管他，你现在马上回家收拾东西，过来陪你妈安胎。好，这是妈妈最喜欢的花，等她肚子大了不方便出门，在家就能赏花。小柔，爸，小柔，你怎么样了？爸爸，你别太担心了，刚才医生说了，妈妈没事，你还是快点带姐姐去看医生吧。刚才姐姐喂狗的时候被狗咬了。你竟然喂狗？爸，我没想喂狗，那是……胡妈都已经跟我说了，你乱放水壶害小柔摔倒，现在拿着火腿肠喂狗，你知不知道？小柔最害怕的就是狗，要是小柔肚子里的孩子发生什么事，爸，对不起，我只是想把狗赶走，够了，还想狡辩什么？胡妈已经亲口跟我说了，你手里拿着火腿肠喂狗，你要不是喂狗，火腿肠会凭空变出来吗？爸，你别太动气了，姐姐，你也真是的，你就给爸妈道个歉，有那么难吗？你就非想把爸妈气死吗？这都第几次被你气住院了？现在你给我出去，我不想看见你。在小柔安全生产之前，最好不要靠近她。好了，姐姐，你还听不懂爸爸的意思吗？爸爸说让你滚远一点。青山啊，怎么跟女儿说话的？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怪你。天上，你说话也太重了点儿。小柔，我这不是担心你和肚子里的孩子吗？爸爸是在担心肚子里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爸爸着急成这样。妈妈，你别怪爸爸了，如果我不带您去花园的话，就不会发生这一切了。这里啊，最不该怪的就是你了。妈妈这几天要住院，后天有个拍卖会，你替我去吧。拍卖会是家富比拍卖会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前世爸爸在这场拍卖会上看走了眼，花100万买了幅假画，真正的宝贝另有其物，我得亲自去选才行。爸，你能不能把我也带去？姐姐，你知道这拍卖会是干什么的吗？你才刚乡下上来没有多久，就算你去了，也什么都干不了呀。我就是想去见见世面，爸，我求你了，你带我去吧，我真的很想去见世面。天哪，你知道这要花多少钱吗？这个拍卖会是邀请制的，一个人要10万块呢。不过也是，姐姐，这10万块对姐姐来说应该没什么吧？毕竟上次在人家商店，姐姐可是一口气就花了10万块呢，一点都不心疼。乐安啊，我们家虽然不缺钱，但也不能乱花钱啊。妈，我没有乱花钱。好吧，我不管你从什么渠道得到这个消息的，但是你不要妄想我会带你去，你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。小柔啊，公司还有一堆事情，我去处理一下。我先走了。爸，不要买你看到的那幅宋代挂画，那是假的。
你怎么知道？你调查我？我没有，我只是觉得爸爸你会喜欢他，但那幅画确实是假的。天哪，姐姐，你怎么会这么了解爸爸的喜好啊？你才来我们家半个月，你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？那只狗是不是你放进来的？如果我说我就是他们的女儿，他们一定会把我当做疯子丢出去的。爸，我没有坏心思，我是真的想帮你。你最好没有什么坏心思。如果我知道你还有其他心思，不要怪我不讲情义。萍萍啊，我累了，让他走吧。好，你快出去吧。还愣着不走？你是想要害死妈妈你才满意吗？苏萍萍，你明知道我不是故意的，还在爸妈面前搬弄是非，不就是想让爸妈讨厌我吗？我怎么知道呢？毕竟我又没有拿火腿肠喂小狗，也没有往地上放水壶，害妈妈一走就摔倒。火腿肠是你放的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哎呀，姐姐，我还要好好谢谢你呢。要不是你扔了我的小狗玩偶，我怎么知道妈妈怕狗呢？你猜，下次你又闯了祸，爸爸会怎么对你呢？你有什么事冲我来？你要是敢动爸妈分毫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哎呀，姐姐，你这么凶做什么？分明一直以来伤害爸妈的人都是你呀。我妈，你在做什么？没看见我在大扫除吗？天知道你在这里藏了多少脏东西。自从进了这个家门后，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。我没有，都是苏萍萍她。你还诬陷萍萍小姐？老爷是被谁伤的？夫人是被谁先绊倒的？在这个家里，是谁乱花钱？哪一件事不是你做的？现在给我安生点！如果再伤害夫人和小姐，我跟你拼命！哼！我妈，你以前对我那么好，为什么？原本想让父亲学习这些经典版型，走高奢定制的升级路线，但现在我说什么他们都不信。后天就是拍卖会了，难道我就眼睁睁看着父亲亏钱吗？让宝物溜走吗？有了，不就是10万块吗？我自己赚。爸爸，我怎么好像看到姐姐了？这可是全市最豪华的酒店，她来这里做什么？他怎么可能来这种地方？你一定看错了。王家请的大师在等我们，赶紧走吧。嗯。他就是安安，我不可能认错安安。小姑娘，钱谈的不错，有没有兴趣来哥哥房里？哥带你赚大钱。先生，请您自重。怎么，先牵手啊？这位客人，您喝醉了。你这出了卖的，装什么清高啊？啊，被老子看上是你的福气啊！哼，你又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英雄救美是吧？我是谁？你还不配知道。你知道老子是谁吗？老子是王家大少，在这江城还没有人敢得罪王家。来人，来人呐！你敢打王少爷，今天让你爬着出去。是吗？严少爷，少爷，处理干净。
不认识我了？景明啊，这是乐安，他特别崇拜你，你快教教他吧。没事。别看我，看谱子。严叔叔，严叔叔，我得了第1名。今早，全国著名钢琴大师严景明久受抑郁症困扰，自杀身亡。严叔叔，叫我严叔叔，我有这么老吗？坏了，我现在重生了，还是20岁，和严景明同龄，他根本不认识现在的我。哎呀，我怎么又惹严景明讨厌了？对不起，我只是把你当成一个熟人了。你好，我叫苏乐安，谢谢你帮了我。这么久没见，这么快就把我忘了，安安。严景明，你认识我？你怎么会认识我呢？安安，我一直都在找你，别开这种玩笑，不好笑。在孤儿院的时候我就说过，等我以后有钱了，我就给你好多好多钱，我们再也不分开了。孤儿院？糟糕，看来严景明认识的是原来的苏乐安，我现在什么都不记得。我不能拿你的钱，严叔叔，不，严景明，我下场演出马上开始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少爷。她真的是你要找的女孩吗？怎么感觉疯疯癫癫的？她就是安安，那个在孤儿院保护我的女孩，我不会认错的。去查查她到底遭遇了什么。是。连续弹了2天的琴，可算是赚到邀请函的钱了。明天就是拍卖会了，可我去哪里赚买宝贝的钱呢？对啊，现在是1998年。老板，10万块，全马法国队赢，3比0。少爷，这就是个疯子。10万块钱买法国队赢，赌鬼都不敢那么玩啊！10万块梭哈法国队是挺多的。对啊，那法国队怎么可能是西班牙的对手？但是我喜欢，我确定他就是安安，不会错。我在孤儿院的时候就说过，我喜欢法国队，没想到他一直记到现在。去其他彩票站，按照安安说的，押10万块钱。好，行。法国队3比0赢得胜利。太好了，还好严叔叔跟我说过这件事，严叔叔真好。姐姐，真的是你啊！姐姐，你怎么会来这儿啊？我知道了，你该不会是想偷偷溜进去吧？天哪，难怪你要刷妈妈的卡买这么多名贵的礼服，原来早就计划好了呀！这里可不是胡闹的地方。是啊，姐姐，这里可是名流云集的拍卖会，不是你们乡下大赶集。你什么礼仪规矩都不懂，去了不是丢人吗？爸，我今天特意来这，就是为了通知你，千万不要买那个宋代挂画，那是假的。胡说八道，那幅画是大师掌柜演的，怎么可能出错？看来不当面揭穿赝品，父亲是不会信。爸爸，你别这么说姐姐，姐姐她什么都不懂，要不我们还是让姐姐早点回家吧，免得真的偷偷溜进去了，丢了苏家的脸。现在立刻回家。爸，我为什么要走？我今天就要光明正大的进去。不可能，这一定是你作假！你连邀请函都作假！爸，这个邀请函是真的，你如果不信，你可以检查。
要请还有10万块钱。妈妈她明明已经把卡收了，你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钱呢？这都是我自己赚来的。自己赚的？你一个乡下来的没文化没学历的土鳖，你去哪里赚这么多钱啊？弹钢琴赚的。弹钢琴？天哪，你见过钢琴长什么样子？知道钢琴有多少个键吗？我真的会弹，如果不信我可以弹给你们听。够了，你这个撒谎精，你别再胡说八道了。你去酒店能赚什么钱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听说京城严少要来，过来傍大款的吧？苏萍萍，你太过分了，爸！好了，别在这胡闹了，丢人现眼的。拍卖会就要开始了，我不想再和你胡搅蛮缠。萍萍，我们走。死瘸子，看你个死瘸子，看你个死瘸子！住手！严叔叔，他们欺负我。不许哭！严叔叔，本次拍卖会由家富比举办，共有10件珍贵藏品，在座的都是各界名流，也很荣幸邀请到了京城豪门，在这祝愿大家都能拍到心仪的藏品。果然，这场拍卖会京城严少也会参加。不知道严少去哪儿了？要是能和严少说上话，别说10万块，100万也值啊！严景明，接下来的藏品是宋代名画《踏雪图》，这是一位先生机缘巧合在海外所得，寄拍在我行，起拍价20万。传言这画当年战乱被一把火烧了，没想到流失海外，这可是孤品。哎，我出30万，我出50万，60万，我出80万。爸，这幅画连王家自己人都抢不来，说明它一定是真的。你不要相信姐姐的话，错过了这个宝贝。我出100万。喜欢，我买给你。200万，我要了。严叔叔，你疯了！你喜欢更重要。姐姐，你竟然还真的混进来了！你费尽心机勾搭了这么一个不三不四的男人，就是为了过来和爸爸抢那幅画的吗？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，这画爸爸绝对不能买。一个乡下来的清洁工，外加一个藏头露尾的臭男人。你们要是懂画，干脆拍卖行让你们来做。谁说我不懂画？这幅画是假的。这幅画是假的，别说200万，就是2块钱的都不值。这可是家富比的拍卖行，每件宝贝都是由专家专门鉴定的，绝不可能有假货。姐姐，你在家里胡说八道，骗骗我跟爸爸也就算了，这里在座的可全是行家里手，更容不得你胡说八道。苏小姐，你怎么叫这个疯子叫姐姐呀？听王家2少说，这疯子是乡里来的，早就听说苏老板心善，喜欢收养那些苦命的人。闹这么大一出，还说自己是苏家小姐，我看啊，是赖上苏家了。究竟要做什么？我说了，这幅画是假的，爸，我求你了，你就相信。给我滚出会场！丢尽我苏家的脸！我当初就应该把你扔在废弃的仓库，让你自生自灭，也不会让你进我苏家的门。区江城苏家也配在这儿叫嚣？安，我相信你说的，大胆去做，大不了我花钱买下来。严叔叔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200万，你知道这有多少钱吗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拿不出来这笔钱，你是要坐牢的。这幅画我要了，100万，现结。你们2个出去吧。苏老板果然有眼光，
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。我说了，这幅画不能买。你知道这东西有多贵吗？苏家真是家门不幸啊！姐姐，你为了不让爸爸如意，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？都闭嘴！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！晦气东西！苏老板，现在还执意要买这幅画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爸，我说了，我不会害你，我只想帮你。接下来我还有惊喜要送给你。安安，你没事吧？严叔叔原来是这么温柔的人，可惜属于他的苏乐安已经死了。接下来的是压轴藏品原青花龙纹至正对瓶，这是其中的一只，起拍价1000万。当年摆在紫禁城里的玩意儿，1200万，1500万。皇上，这一只花瓶恐怕不值吧？2000万。一个乡下来的土鳖还想跟我抢瓶子？2000万，你拿得出来吗？爸，他就是来捣乱的，哪里有什么惊喜啊？罢了，我是管不了他了。2500万，3000万。信不信我找人弄死你？拍卖行的规矩是价高者得，你既然想为老爷子尽孝心，就拿钱出来，光靠一张嘴可没用。这就是你收养的好女儿啊，苏老板。看来你和我王家的生意是不用再谈了。3500万。糟了，上市这压轴宝物只值1500万，我就只有彩票赢的3000万，怎么办？这宝物价值连城，如果丢了，一切努力都白费了。跟小爷抢东西，害得小爷多花了1500万。这笔钱你就算出去卖，你也买不起。我出价1个亿。我出价1个亿。1个亿？你当着清明节给你家人上坟呢？姐姐，你闯大祸了！你知道你今天闹了这么一出，还惹得王家不满，我们以后苏家在江城如何立足啊？听说今天有严少到场，不是你们撒泼玩闹的地方。没错，但奇怪的是，这拍卖会都要结束了，怎么还没见到严少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严少已经被这对狗男女倒胃口，瞎了眼睛，所以提前离场了。大闹拍卖会现场，恶意抬高价格流拍，足够你牢底坐穿。你怎么知道我拿不出1个亿？死到临头了还嘴硬，你就是一个连全脸都不敢露的废物，靠什么拿你？这位先生，请付款。严叔叔，我会赚钱，一定能赚的。赚？靠什么赚呢？姐姐，你趁早滚出苏家吧！惹怒了严少，我们苏家都要因为你完蛋。签名。这是100亿黑卡？怎么可能？100亿黑卡只有京都世家才有，怎么可能在你这个窝囊废手里？原来你小子泡妞还挺用心呐，不仅请了演员当保镖，办了这么张假卡。说吧，这卡到底怎么来的？姐姐，你和这个骗子是一伙儿的？刷卡。你这卡里要是有1万块钱，我王浩今天跪下来给你叫爸爸。刷卡成功，1亿元。这位先生，这个花瓶是您的了。怎么可能？法国队3比0。你跟踪我？这个宝贝是你的了，去吧。老子问你，这张卡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你要是说不出来，这卡一定是你偷的。注意你对我们家少爷说话的态度。等严少爷回来了，我一定把这件事情如实的告诉他。
将你们法办。你是京都延寿，现在你知道这张卡是谁的了。原来是严少啊！是我有眼无珠，没认出来您。既然你有眼无珠，想必王家也没什么眼光。钱苗在，吩咐下去，江城王家封杀。是。我只知道严叔叔有钱，没想到他竟然是京都严少，父亲都巴结不上的人。可这样的人，上一世怎么会特意来江城教我弹琴呢？严少，我真的错了，是我错了。苏小姐，您帮我向严少求情啊！我家老爷子气势大受，我也只是为了祝寿啊，所以才会一时着急，口无遮拦的。姐姐，没想到你竟然跟京城严少认识，我们也是刚刚才认识，刚认识。难道是姐姐之前和他在酒店认识的？这女孩有手段啊，先是进了苏家，再是去酒店攀附严少。没想到严少居然喜欢这一款，原来苏老板收养他是这种用途啊，真是厉害啊！够了，我苏家光明磊落，绝对不会做这种卖女求荣的龌龊事情。我苏天胜和这个女孩没有半分关系。爸，不是你想的这样，严叔叔是……严叔叔，哎呀，严少，今天遇见你，算我栽了。但是你堵得住这悠悠众口吗？这么一个拍卖会，就为了一个情妇，大闹会场。等这件事情传回京城，你们严家的脸面该如何放呢？都说严少不近女色，没想到啊，被这乡下来的野丫头一句叔叔拿捏得死死的。如果你们没有那档子事，他凭什么为了你得罪整个江城的名流富豪，还花1个亿买个花瓶哄你开心？姐姐，你能得到严少的欢心，那是你的福气。就是这福气，我们苏家是占不到。你不想着帮帮爸爸也就算了，你还由着严少封杀了王家，我们两家还有项目在谈。我看你是想让我们苏家一起死吧？和王家的房地产项目，那不就是之后让父亲破产的项目吗？萍萍，和这种人有什么好说的？我苏天胜白手起家，靠的是自己的本事。我也是真糊涂，让你这种品行不端的进我苏家，你就是来害我苏家的。你们苏家不要安安，我要。秦苗在，江城苏家封杀。爸，苏兰安，我苏家与你无冤无仇，不欠你的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害我们？你今天大闹会场，分明就是想逼死我王家和苏家吧？这都是你欠我的！我只是想保护爸爸妈妈，我只是想找到真正的宝物，多挣点钱，帮助爸爸妈妈。你事到如今还在撒谎？这只是个单品，价格只值1000万。我愿意出3000万，是因为我家老爷子那还有意志。但是你恶意抬高价格，分明就是恶意报复。我说了，这瓷瓶是无价之宝，我今天不是来寻仇的，是寻宝的。你疯了吧？哎，那瓷瓶摔碎了，跳出来个什么东西啊？天哪，这是西周玉佩，是真正的无价之宝。他怎么知道瓶内暗藏玄机呢1亿元换取一个无价之宝，赚了呀！他简直就能跟知晓未来一样。
爸，你看见了吗？我说您要的那幅画是假的，我说真正的宝物另有他物，我从来都没有骗过您啊。他是直属，你是我苏家的属下，你怎么会知道这些？爸，我求你不要赶我走，我只想留在你和妈妈身边，为你们尽孝。你究竟是谁？爸，他伤了你还有妈，现在还让王家封杀了苏家跟王家，这都是你亲眼所见呀。安，苏家不待也罢，你为什么要对他们这么好？严启明，不要封杀苏家。先送苏老板去医院，身体要紧。至于王家，封杀。安安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爸，你别上当了呀！他哪里是对你好，他明明是让你死啊！他借严家的事封了王家，就是封了我们苏家以后的路，以后我们就只能依托于严家了呀！竟然是这样！我是你女儿，我还能骗你吗？他们封杀了王家，我们跟王家合作了这么久，他这样不就是要让您半条命吗？够了，苏萍萍，不要再挑拨离间了。王家走到今天，全是他咎由自取。萍萍说的对呀，大家都是生意场上的人，多个敌人不如多个朋友。严少何必对我下死手？上一世的王家用一个假项目骗得爸爸破产，手段恶劣，无所不用其极。严叔叔现在为了我得罪王家，我该怎么办？区区一个王家，还不配做我的敌人，把他带出去。是。放开我！莲香会付出代价的。萍萍，萍萍！苏老板，你看人眼光不太行啊！合作伙伴是身边的人，你也是，被熟人做了局都不知道。今天要不是乐安执意证明这个画是假的，恐怕你的钱已经揣在别人的钱包里了。说来做去，萍萍，这幅画一直是你劝我买的，而且还是你推荐我去王家找大师见的画。爸，我也是想着我们家跟王家关系不错，我正在请王家帮的忙，哪想到看走了眼。闭嘴！怪不得你一直张口闭口的诬陷。这幅画是真是假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会调查清楚的。上辈子只知道爸爸看走眼亏了钱，但不知道竟然是被人做了局。燕启明，你能帮忙查吗？姐姐，你不能仗着严少喜欢你就随便麻烦他吧，透露鸡拍人信息可是违法的。难道这鸡拍人是你不成？你血口喷人！那幅画的寄拍人到底是谁？说。是这位苏萍萍小姐和王浩先生一起寄拍的。爸，这件事情我根本就不知道，一定是严少吩咐串通好的，你要相信我。吃里扒外的东西，居然联合王浩一起来骗我的钱！苏乐安，你这个乡下来的，凭什么认识严少，抢走我的爸妈，就连无价之宝都归你我，凭什么？苏小姐，这个玉佩是您的了。有这宝贝，爸爸的新项目资金就不用愁了。就送到这儿吧，我先走了。啊，你真的忘记我了吗？刚刚的画面究竟是什么？造谣诬陷，吃里扒外，我怎么就养出你这个白眼狼？去，现在给你姐道歉，否则滚出苏家！凭什么给他道歉？就凭她是严少的女人，你有本事就打死我！
你当我不敢是吗？天生，你骂也骂了，你还要打他吗？他毕竟是我们养大的孩子，千错万错也有我们的错。好，苏萍萍，关3个月禁闭，断零花钱，好好反省反省。拍卖会的事我都听你爸说了，之前是我们误会你了，但你跟严少究竟是怎么认识的？我们是在酒店弹钢琴的时候认识的。现在你满意了？不让你在这假惺惺的装好心，我马上就要被爸妈赶出去了。苏萍萍，爸妈不欠你什么，包括我也是。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被赶出去，那也是你咎由自取。你闭嘴！他们是我爸妈！你滚！萍萍，妈，对不起，妈，你放我出去好不好？我在里面一定会闷死的。做错事情就要挨罚，你好好悔改，还有，记得向姐姐道歉。啊，你也想着他？好，我知道。妈妈，以前是我不懂事，才会被姐姐比下去。从今以后，我一定好好听你的话。快喝吧。我们萍萍长大了。皇上，皇上，你帮我弄死苏乐安那好不好？这当然没问题，只是你是不是该付点好处啊，苏二小姐？皇上，你弄疼我了。怕疼是吗？一会儿还有更疼的。都是你说什么拍卖会做局赚苏老板1000万，结果被发现画是假的，现在拍卖会让我赔钱了。皇上，这不怪我呀，都是苏乐安那个，都是他坏了我们的好事。要不是你怂恿我去搞他，我会搭上这种事。现在王家被封杀了，花瓶碎了，宝贝也被抢了，我家老爷子都快把我赶出家门了，你害我亏这么多，你说怎么还？你哭什么？我劝你现在马上把苏乐安手中的玉佩给我抢回来，要不然老子把你卖了，你可是有享不完的福了。皇上，不行！皇上，为什么我爸爸还等着拿那个玉佩去换钱呢？你明明答应过我。苏萍萍，你少给我装孝女！你当初说骗苏家财产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。你要是不做，我就把你图谋苏家财产的事情全部告诉苏天胜。你说苏天胜要是知道这些事情，他会不会重新把你带回乡下喂猪啊？家里穷，没你吃的。小朋友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你妈妈呢？乖宝宝，乖孩子，以后你就是我女儿了。我走，我走。这样才怪呢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玩死苏乐安那个。
妈，是你们先食言的，苏明安，你该死！这是西周玉佩，传闻能辟邪招福，还能长生不灭，斗转星移。上一世他被王家得到了，难道凶手是王家？这一世王家已经被严叔叔封杀了，父亲不会被坑害破产，玉佩也在我这里，是不是我只要看好玉佩，就不会出现有疤痕的人，危机就解除了？苏萍萍，你不在你房间待在我这儿干什么？我没做什么。你把玉佩给我，给我！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松手！住手！你们在发什么疯？妈，他偷我玉佩！妈，他杀我，救我嘛！萍萍，把玉佩还给乐安。妈，我没有这个玉佩，我会死的。我什么时候教你去偷去抢？立刻把玉佩还给乐安！妈，你这个骗子，你变心，变心！李小柔，爸是他对的，他是杀人凶手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凶手不是我。毛医生，怎么样？病人没有生命危险，孩子也保住了，但一定要记住，短短半个月时间就进了2次急诊室，你们是怎么照顾人的？唉，是我不好，没照顾好他。安安，爸，我没有推吗？是苏萍萍推的，她想偷玉佩，她想害死我们全家。爸，我求你相信我，真的不是我，我是真的想保护你们，不是我。安安，冷静一点，听我说，小柔已经没事了啊，冷静冷静。安安，这是我从萍萍那拿到的，把它还给你。如果我不和苏萍萍抢，是不是妈妈就不会受伤了？我这么努力的想保护好爸妈，结果伤害父母最深的人，竟然是我自己。安安，萍萍虽然做错了事，但毕竟是我和小柔养了10年的女儿，就算要将她赶出苏家，我们也要做好准备。这样吧，周日我们去爬山，拍张全家福，也算好聚好散了。我都听爸的。快，爸，你分明答应我把玉佩还给他，就不赶我走。你食言了，你要害死我了！你们该死！我一直以为凶手是苏萍萍，但疤痕出现在我的手上了。是不是只要我保护好玉佩，父母惨死的结局就会被改变？姐姐，妈妈说她渴了，你去西边山上给她买瓶水吧。你怎么不去啊？那当然是爸爸妈妈想多跟我说会儿话喽。也是，回家之后苏萍萍就要离开苏家了，唯一的危险也要解除了。好，我去。大师，机上此佛真的能让有情人终成眷属吗？我已经找了他12年了，我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他，他却把我忘了。还有你说的那个信物，到底是什么呀？这已经是你第2次来了，还能有假？你和他之间讲究的是一个缘。我今天不是第1次来吗？你看。大师，大师！严叔叔，我有那么老吗？严景明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哦，我没干什么。长相厮守，相知相遇。
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记得我了，但是我真的喜欢你。你喜欢的那个苏乐安，不是我。你是在怀疑我认错了吗？我不可能认错你。你弹奏的谱子，我对你说过的话，还有你保护我时的样子，我确定我喜欢的就是你。那你拿这个许愿吧。这可是你发现的宝贝，我怎么能要呢？安安，安安，明知道是严叔叔误会了，还是心跳好快。我要冷静，冷静。哼，臭，可算是逮到你了。识相的话，赶紧把玉佩给我交出来，我还能饶你条小命。你跟苏萍萍计划好的，你们未免胆子也太大了。这可是在山里，把你活活玩死，再找个没人的山沟沟一丢，晚上野狼一啃，你可是连骨头渣子都不会剩的。你这是在犯法！犯法？识相点，赶紧把玉佩给我，把我伺候好了，小爷爽了，还能饶你条性命。然后再把你卖到山里去，否则就怪你自己不懂事了。王少，没动静了，怕不是摔死了吧？真晦气，他宁可死也不肯把玉佩给我，你就留着陪葬吧。那钱怎么办？当然去找苏萍萍那个。只要苏天生和他老婆一死，那苏家不就还是我们？不行，我不能死，我还要保护我的爸爸妈妈。严景明，严景明，救我！我这是死了吗？这是哪里？住手！快走！你都不认识我，为什么要保护我呢？我叫严景明，等我长大了，换我保护你。安安，你醒醒啊！安安，严景明，是你啊！安安，你记得我了？保护好爸爸妈妈。安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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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，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！医生，医生，患者失血过多，急需输血。抽我的，抽我的！患者是极其罕见的特殊血型，医院没有库存，只有直系亲属在用。严少查到了，苏母和苏萍萍都是相同的血型，但苏母怀孕无法见血。走，去苏家。乐安怎么迷路了？这个时候还没有消息，该不会出什么危险吧？爸，你也别太担心了。今天姐姐就跟我说，她要离开一会儿，说不定啊，她是跟严少去约会去了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诬陷？有你这么个女儿，真是家门不幸。现在立刻收拾东西，给我滚蛋！爸，你可就只有我这一个女儿，你要赶我走是吗？萍萍，你究竟跟乐安说了什么，让他突然走了？你真的没做错事吗？我就跟他说，让他去给你买瓶水，我也是担心你啊。你也不相信我是吗？你先去收拾东西吧，等我们安排好，你就离开。
是你们逼我的。苏萍萍，安安，你醒了。我还以为我没有保护好你，如果我眼睁睁的看着你死在我面前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。怎么还跟小时候一样爱哭？你果然还记得我，真是太好了。这是你的宝贝，你自己拿好，我可不替你保管。叶叔叔，是苏萍萍和王浩骗我上山的，他们想要玉佩，是王浩害我坠崖的。王家真是狗急跳墙了。安安，是我害了你。姐姐，姐姐，你醒了，真是太好了。苏萍萍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姐姐，你受伤了，我做妹妹的不是理应在这儿吗？我们可是一家人啊！谁跟你是一家人？你分明就是想和王浩害死我！姐姐，你不会是摔坏脑子了吧？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呢？乐安啊，以后可不能再说这种话了。萍萍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啊！这次啊，多亏了萍萍给你输血，你才能活下来。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我只希望萍萍和你都能好好的，姐妹俩互相扶持体谅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阿姨，安安需要休息，你们还是先走吧。苏乐安，你赶不走我的！安安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他不敢伤害你的。不，我得陪在爸妈身边，这样他们才不会有危险。严叔叔，对不起，严叔叔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但我是蓄谋已久的。乐安，你提前出院了？怎么也不事先说一声，我们好去接你。妈，我没事了，我恢复得很好。当然，如果不受伤的话，就更好了。你没事就好，这件事啊，要多亏严少和萍萍。萍萍啊，为了救你，在手术台上昏迷了很久。没事的，妈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我说的没错吧，姐姐？好了，你们姐妹两个不要再吵了。我们苏家早晚会交到你们两个人手里。我这里有份企划案，你们俩看一下，我打算带你们一起做。好的。姐姐，爸爸明明说的是我们两个一起做，你不用抢的。合作的竟然不是王家，陆家是谁？完全没听说过。乐安，这个项目有什么问题吗？爸，这个项目不能投，会破产的。乐安，这个项目是经过多方打听、仔细研究才下落决定的。我们的工厂因为新厂搁置，交不上货，7天后要交一笔上亿的违约金。这个项目是目前唯一能顶上去的。本来我们和王……不提这个。姐姐，你真的痊愈了吗？自从你醒来以后，你总是说胡话，现在连爸爸的话你都不相信了。我们家现在资金周转困难，如果姐姐你醒来以后就不许这不许那的，那你要把你的玉佩都拿出来帮衬家里吗？乐安，你说不看好这个项目，
就在家好好休息，让萍萍一个人去合作。我看好这个项目，只能成功，不许失败。冷安啊，你头上的伤还没好，天生你也真是的，孩子还小，而且刚出院，怎么能马上去公司上班呢？妈，我没事，这个项目千万不能疼。冷安，是爸爸不好，你就在家好好休息。公司的事呢，你就别操心了。难道我终究改变不了过去吗？只能眼睁睁看着爸爸再破产一次吗？把房子卖掉吗？爸，7天之内我一定会赚到你要赔的违约金。如果我没有赚到，你把这个玉佩拿去卖了，给您补上。冷安，这个玉佩是你千辛万苦得到的，你真愿意？姐姐，你真的是在说胡话了。这个项目它虽然风险大，但是不破不立。我觉得爸爸的眼光还是值得信任的。我当然不愿意把玉佩卖掉，所以我一定会努力赚钱，解决危机。好，这股闯劲儿像我。冷安，你放手去做，爸爸全力支持你。公司的资金资源任你调配。既然爸爸这么说，我也支持你。大不了我们从头再来。对了，照片是时候啊，重新拍一张了。好，我们一家人一起拍。苏萍萍，你究竟是不是凶手？上一世父亲的破产是不是有你的参与？这一次你不会得逞的。喂，苏先生的钱怎么还没投进来？你不是说策划案做的天衣无缝，看不出任何问题吗？苏乐安劝住了我爸，他说他能够解决1亿元的赔偿金，还拿玉佩做抵押。我劝不动。我端你这么多，不是你怂恿老子去杀人越货，还托被严少追杀。1周之内我看不到这笔钱，到时候我死也要拉着你垫背。王少放心，我一定帮你离开，你一定要躲好。王浩，你个没有用的废物，还是去死吧！这次给那现行，爸妈不会赶我走，只等袁绍到时候杀了王浩，我再把苏家搞到手里来，爸妈不可能离得开我。王浩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当然是最危险的地方，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不然我也听不见你这么好的计谋啊。没有，给我钱或者给我玉佩，否则的话我一定会杀了你。要不然我就告诉苏老板，养了10多年的女儿居然会觊觎他的家产，想害死他老婆孩子的人，你猜他会怎么做？我们可是一条船上的蚂蚱，苏小姐。谁在那里？这么晚了，你在跟谁打电话？我没有，我就是突然想到家里的危机，有点睡不着，下来走走。姐姐你呢？你怎么还不睡？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，可能家里还有其他人，会不会进贼了？不会的，一定是外面有什么小猫小狗，你快去看看吧。好，我去看看。这可是个绝佳的机会，去吧。有人吗？
有人吗？有人吗？谁在那？谁在那？严叔叔，嘘，别吵醒你家人。这么晚了，你怎么会在我家院里？啊，我就出来散散步。散步？真的？倒是你，这么晚了还一个人在院子里转悠，也不怕着凉了？万一遇到坏人怎么办？安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允许我向你家里提亲，感觉你有事情瞒着我，可是我想保护你。等到一切尘埃落定，我就都告诉你。现在苏萍萍的问题还没有解决。可我已经等了你12年，你很讨厌我？谁？谁在那？有虫子！别让我等太久好吗？我现在已经可以保护你了，有什么事你跟我说。好，其实也没什么事，就是想让你帮我查一查，为什么爸爸会有那么大一笔违约金。交给我吧。那你待会儿早点休息。好。严景明，晚安。苏冷安，你凭什么得到严少的宠爱？分明我才是苏家的千金小姐！该死！苏小姐，你真是神了呀！昨天抄底的股票已经涨停了，光一天就赚了5000万呢。看来一切都和上一世相同。接下来只要抓住房地产和互联网的机遇，让父亲去杭州西湖找一个叫外语的年轻人，就能万事无忧了。这样1亿的赔偿款就补齐了，但这些都是会计，接下来的项目才是苏氏的发展长久根本。苏小姐，您这份商业眼光和头脑跟苏总比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只是一件事我不是很明白，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答应严少收购苏氏的提案，而自己要另起炉灶呢？严少是全国首富，如果您答应了，应该会轻松很多。严家是全国首富不假，但他们专精的业务和我的计划不匹配。而且，如果我的计划平稳进行，那么到时候苏氏就是全球第1集团，大门大户最讲究门当户对。到时候苏家成了全球首富，严少的压力也会小一点吧。严叔叔，这一世我能和你并肩而行了。哦，对了。我还想投资一项药企，专门用来研发帮助残疾人康复的药物。药品研发前期投资巨大，如果不是首富的话，可养不起。真是金箔不让须眉，苏小姐这份抱负担当令我佩服。这药企之前萍萍小姐好像有合作过一家。苏萍萍和药企合作的什么？安安，严少，你怎么来了？违约金的事查清楚了，是王浩在背后捣鬼，才让苏氏产生了巨额的违约金。王浩为什么这么做？那家房产项目与王浩无关，背后的受益人是苏萍萍。恐怕苏萍萍摆了王浩一道，想独占苏家的财产。果然，幕后黑手真的是苏萍萍。那当年父亲破产，而我双腿残疾，苏萍萍，那个药剂有问题。这就是我们和苏萍萍女士合作的项目成果了，是一种针对大龄孕妇的安胎药。这真的是安胎药？如果您不信的话，我可以将所有的研究药品都送去检验。什么事？什么事？
去把所有的药品清点一下，送去检验。苏萍萍也是一个孝女啊，我听她说，就是因为她的母亲常年未孕，就算怀上也会流产，所以才拿出大量资金来资助我们这个项目。难道凶手真的不是苏萍萍？过去父母受到的伤害是我推波助澜造成的，那我做了这么多，究竟是为什么？安安，别怕，你还有我一定会帮你找到证据。至少这次你还活着。严景明，你答应我，千万不要自杀，你要好好活着。有你在我身边，我怎么会去死呢？不好了，博士，封存的失败品少了，监控显示是苏萍萍拿走的。失败品的药效是什么？失败品大概率会让女性终身不孕，如果孕妇用了，会导致胎儿流产，即便勉强保住，也会使胎儿残疾，终身不能行走啊！胎儿残疾，妈妈，别光忙着看书呀，来，把药喝了。萍萍长大了，会体贴人了。妈妈，以前是我不对，以后我一定跟姐姐好好相处，要给肚子里的弟弟妹妹做榜样。乖孩子，知错就好。其实啊，爸爸妈妈也有错，对你太严厉了，没顾虑到你的想法。妈，不能喝，水里的药有问题，会让你流产，胎儿残疾。乐安，我知道你对萍萍有误会，但这种玩笑可开不得啊！阿姨，我们刚从药厂回来，你这药很有可能就是失窃的失败品，你把它交给我，我去化验一下就知道结果了。姐姐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我可以走，没关系。以后照顾妈妈的事就交给你了，只是希望你以后在和严少约会的时候，不要忘记家里还有一个人要照顾，不好，他相不正确。你到底有没有下药？我去医院抽血一验就知道了。这次你别想。姐姐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够了，乐安。妈，我只是想保护你，他就是想害你肚子里的孩子，我亲眼看见，我……安安，乐安，安安，凶手，病人情况很不好，这个毒很特殊，如果没有解药，恐怕只有全身换血才有一线生机。但眼下他这个特殊血型的捐献者很少。你什么意思？你难道要我刚找到安安就给他收尸吗？啊！秦明，秦明！对不起，少爷，我们没找到苏萍萍，只找到了王浩。我们找遍了全国，也没找到一个合适的捐献者，而且我们的研发还很缓慢，恐怕我一定还有办法，我不能眼睁睁的去看着安安死在我面前。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劝说苏夫人打掉肚子里的孩子，给安安小姐献血。你说的对，那样安安就有救了，对吧？可是，这怎么可能啊？你才认识苏家几天，你为什么要对他们这么好？他们到现在都没在医院陪着你，你为什么不给我一个保护你的机会？啊，你醒了？严叔叔，不许说我爸妈，都是苏萍萍的错。我要回家。啊，别逞强，你不用担心。你的父母我会派人照顾好的，我也会抓住苏萍萍，绝对不会给她伤害你父母的机会。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，但我还有很多事没做。苏家的项目还没有交代，还有要给你的商业借款书。
你听我的，能少走20年弯路。有一个谱子，我觉得很适合你。我想，你想要什么？就算是天上的星星和月亮，我都摘下来给你。我才不要你去做这么危险的事。我只想听你弹钢琴。你知道吗？我最喜欢看你弹钢琴的样子。每次想和你一起弹，你都拒绝我。啊！你又在说什么胡话？我怎么会舍得拒绝你？少爷，我们找到苏萍萍了，她说她有解药，在哪儿？在东边废弃仓库，苏家父母已经赶过去了。不好，爸妈有危险。萍萍，把解药交出来！不要一错再错了，萍萍，这卡里是我全部的积蓄，我都给你，你把解药交出来，你拿着钱远走高飞，我们就当从没见过。爸，我之前问你要3万块钱，你都不肯给我，你现在居然愿意为了他付出你的全部积蓄，为什么呀？他就那么好吗？爸妈也是为你好啊，萍萍。算妈求你了，你把解药交给我好吗？乐安要是真的有什么事情，后果你承担不起。他还有什么事？他抢了我的爸妈，还有爷上的万千宠爱，明明我才是最惨的那个。妈，你想让我拿出解药？好，那就跪下来求我。畜生！我们养了你10几年，竟然养出你这么个白眼狼！我后悔没有早听乐安的话，将你赶出苏家。亏我还以为能有点良心，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你机会。那也是你们的错，是你们偏心。你答应过我，你只有我这一个女儿，你食言了。妈给你跪下，你满意吗？爸爸也给你跪下了，你收手吧。不，还不够，你爬过来。你不怕遭报应吗？报应？撒谎的人才会有报应，这是你们欠我的，你们该死，你们都该死！宋萍萍，住手！宋萍萍，住手！乐安，别过来！苏乐安，你要是不想你妈妈有事，把玉佩交给我，不然我就杀了你妈妈和她肚子里的孩子。萍萍，你别胡来，先把她放下，她也是你妈妈。她不是，她是个骗子，她明明说过只有我一个女儿的，是你抢了她，是你逼我的，你把玉佩给我。给你。安安，你别冒险，我已经报警了，你相信我，妈妈不会有事。可我不能再看到他们死在我面前了。对不起，严经理，这是我自己的事，我会解决的。玉佩，你就是杀害我全家的凶手。玉佩，玉佩死了。我要杀了你！啊，小心！严锦明，你该死！你本就该死！谁让你护着这个？把他带走。苏乐安，我告诉你，就是你害死他们的，是你害死他们的！严锦明，严锦明，不要，不要！你说过你会陪我一辈子的，你还要当世界第一的钢琴家，你说你还要弹琴给我听的，不要啊，严锦明，不要啊，严锦明！男人就是要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，这次我终于保护你了。
苏明身上根本就没有解药。是爸妈对不起。爸，你先带妈去医院，别动了胎气。事已至此，不是认输的时候。乐安啊，别吹风了。景明在天有灵，也不想看到你难过。来，给弟弟妹妹取个名字吧。乐安，我想给你妹妹取名字，叫苏乐安。爸妈，下辈子还做你们的女儿。